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神性空间。你有没有想过，此刻你眼前的世界可能根本不存在？你每天睁开眼，看到街道、房子、手机荧幕、朋友和家人。但如果这一切其实只是投射出来的影像呢？也许我们所谓的现实世界，就像骇客任务里的矩阵一样，是由某种更高层次的系统所建立的模拟。这并不是科幻小说。霍金在他的晚年著作《大设计》中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撼的理论——依赖模型理论 （Model Dependent Realism）。他说，世界并不是客观存在的，而是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模型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眼中的宇宙其实是大脑依照一套既定的模型，把感官接收到的讯号重新建构出来的结果。回头想想，从我们出生开始，对世界所有的理解，光是什么？声音是什么？物质是什么？都是透过学校教育、科学理论、语言与文化慢慢建起来的模型。当你决定这就是世界的运作方式，其实就是在采用一种模型来解读现实。那么，如果换一个模型去解读同一个宇宙，会不会出现完全不同的世界？比如说，在古代，人们相信雷是天神发怒；在现代，我们用大气放电的模型去解释它。到底哪一个是真实？霍金给的答案是，如果这两个模型都能成功解释现象，那它们就一样真实。所以问题变成，真实到底是客观存在的，还是只是被我们建构出来的？而这也引出了今天的主题。或许我们正身处一个完全由意识所建构的幻想，而霍金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从物理学角度揭示了这个真相。在正式说明幻想世界的概念之前，我们要先理解一个关键理论——霍金的依赖模型理论。霍金在《The Grand Design 大设计》这本书里指出，我们一直以为宇宙存在一个客观真实，不管你信不信，不管你怎么观察，它都在那里。但是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让我们发现，事情并不是这么单纯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光到底是粒子还是波？在实验室里，有时候你看到光表现得像是一颗颗小粒子，但换一种实验方式，它又像是一条波动。到底哪一个才是真实？依赖模型理论的答案是，两个都是真实。因为粒子模型跟波动模型只是两种描述宇宙的方式，它们各自适用于不同的情境。只要它能正确预测实验结果，它就有资格被称为真实。这就是霍金所说的，世界的存在形式取决于你使用的模型。听起来有点抽象，我们再把它说得更生活化一点。想象你戴着一副蓝色眼镜在看世界，于是你看到的一切都是带着蓝色的。你如果忘记自己有戴眼镜，就会以为世界本来就是蓝的。但某一天你把眼镜拿下来，才发现原来以前看到的只是眼镜制造出来的成像。霍金想告诉我们的是，科学理论本身就像那副眼镜，它不是在告诉你世界真正长什么样子，它只是一种建构现实的方法。我们过去相信原子是带电粒子组成，后来又发现其实是量子的几率云，再后来又出现多重宇宙的诠释。每一种理论都不是唯一的真实，而是不同层次的投影片。你换一张投影片，就会呈现出不同的宇宙画面。而最关键的是，所有这些模型其实都是透过意识去解读的。如果没有意识存在，不管宇宙有没有客观真实，它都无法被感知，无法被确定。换句话说，霍金其实就在提醒我们，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个世界是真的，是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戴上了一副叫做物理模型的眼镜在观看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我们把这副眼镜换成另一种模型，例如量子意识模型、模拟宇宙模型，甚至是灵性宇宙模型，我们看到的世界还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
既然霍金告诉我们世界取决于我们所使用的模型，那接下来就要问，这些模型到底是由什么构成？答案很简单，我们的大脑与感知。所有人都以为我眼睛看到的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，但神经科学早就证实，大脑其实看不到任何外在世界，它只能接收感官输入的一堆电讯号，接着再用既有的模型把这些讯号拼凑成影像、声音、触觉。所以你说你看到一棵树，其实并不是眼睛看到树，而是你的视网膜把光讯号转成电流，传到大脑，然后大脑根据过往经验解码成这是棵树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不是外面就长那样，而是我们用感知加模型呈现出来的。就像观众看电影，光线从投影机打在布幕上形成影像，没有人会把荧幕上的影像当成真实，但我们却一直把自己眼前的场景当作真实的世界，这就是幻象的本质。而量子物理对这件事的证明更进一步，在经典的双缝实验中，粒子在默认观察的时候是以波的状态存在，同时分布在各种可能的位置，只有当你去观察它，它才瞬间塌陷成一个固定的位置，也就是粒子。这个实验得到一个令人震撼的结论，没有观察就没有现实。换句话说，世界本身在被观察之前只是一个可能性场，而当意识出现进行观测，这个可能性场才被折射成一个固定的，看起来像是真实的世界。那么这样的世界到底算是真实，还是只是被感知所产生的幻影？你会发现，当科学一路向微观深处探索，最终走到的是一个非常哲学，甚至有点灵性的结论：世界的存在本身必须依赖于观察者的意识。所以，当我们说人类生活在一个幻想当中，并不是一种诗意的比喻，而是量子物理加霍金依赖模型理论所揭示的科学事实。这也引出下一个更深的问题：如果意识才是启动世界的关键，那么真正的核心也许不是外在的宇宙，而是内在的意识。说到这里，可能有人会觉得，这些都只是科学实验室里的极端例子，跟我的日常生活应该没什么关系吧？其实刚好相反，我们每天的生活正是在用一套又一套模型来建构自己的世界。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相信努力会有回报，于是你遇到困难会咬牙撑过去，坚持到底，最后真的成功了，于是你更加坚信这个模型。但是另一个人可能相信努力没有用，一切靠运气，所以当他遇到同样的困难，会直接放弃，等待机会。结果刚好运气来了，他真的翻身了，于是他心中的模型也被加强了。两种模型产生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现实经验，到底哪一个是真实？在霍金的观点中，他们两个其实都是真实的，只是不同的实相投射而已。因为每一个人都透过自己信念加感知的模型在解读这个宇宙。你现在看这支影片，也正在用你的世界观模型去判断这些内容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如果你内在已经相信世界就是物质，意识只是副产品，那这段话对你来说可能只是有趣的猜想。但如果你的模型是意识决定实相，那你就会对这些内容产生强烈共鸣。更有趣的是，即使是看同一件事情，不同文化的人也会产生不同的实相。比如，在某些亚洲国家，看到乌鸦被视为不祥，但在北欧文化里，乌鸦被当成智慧的象征。同样一只鸟，却在不同的模型里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实相效果。所以问题就变得非常有趣，我们到底是活在一个单一的客观世界里，还是每个人其实都活在自己模型所塑造出来的世界中？而这也让霍金提出的一句话变得极具有震撼力：没有一个模型能称作绝对真实，但有些模型比其他模型更有用。也就是说，世界不是问到底谁是对的，而是你选择的这个模型，
有没有帮助你活出更有觉知、更有力量、更有自由的生命？当我们意识到连日常生活都受到模型左右，那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更深的反思。也许真正限制我们的不是外在的现实，而是我们用来解读现实的模型。现在，让我们回头重新看一开始那个问题：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到底是真实还是幻想？从霍金的依赖模型理论来看，世界并不是像一块岩石那样，无论你怎么看都保持不变。相反的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反射出你内在所持有的模型和信念。不同的观察者、不同的世界观、不同的意识频率，就会折射出不同版本的实相。这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，它意味着我们并不是被迫生活在某一个固定的世界里，相反的，我们正用自己的意识、感知与模型持续创造这个世界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会开始主动去选择新的模型，比如宇宙是一个共振场，频率决定实相，外在只是内在的投射，改变意识就能改变现实。当你开始采用这些模型去解读世界，你会发现，原本看起来无法改变的人生剧情，居然开始慢慢松动、转向，甚至完全重写。所以，也许真正值得问的不是世界到底是真实还是幻想，而是你想用哪一种模型来创造你想要的那个世界。如果霍金说的没错，只要模型能解释现象，它就是真实的，那么我们完全有权利选择一个能带来更多觉醒、自由与丰盛的模型，然后透过这个模型去创造属于自己的实相宇宙。那么，此刻正在看这支影片的你，心中已经有一个答案了吗？在你的世界里，是外在的现实在限制你，还是内在的模型正等待被更新？或许真正值得探索的不是世界，而是你所选择的那个看世界的方式。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影片，喜欢的话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您的支持是本频道创作的最大动力。我们下期再见。